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聊起10万元左右唯一一台纯日产运动型旅行 ADV， 来自铃木 Wistrom 650鸭嘴兽，也称之为 DL650。这个 Wistrom 的 V 就是微缸发动机 ，Strom 是德语，意为风的流动。此外，铃木的 DL650、DL1050长久以来在国内就是平稳和性价比的代名词。至于平稳，其实4大厂都不差。性价比的话 ，DL650是这个价格、这个车型唯一一个纯日产车型，这个也是 DL650最大的优势。如果单从它的竞品一手650来说，其实 DL650的定价合情合理，因为一手650裸车价格是85500，有的地方更便宜或者送保养，而 DL650的价格是11万到11万5。它的大哥 DL1050是15万到16万，部分地区可以14万多提车。你卖的再贵，让你大哥怎么整？你不能倒反贴缸。而且在11万这个价格区间，国内还有低配的宝马 F750、850、凯越老虎850、KTM 790，甚至还有摩托古兹 V85TT 和 NC750之类。只是这些车大部分都在东南亚生产，不在原产国而已。至于它是不是一台 ADV，DL650 普版在国外叫 GT， 高配都叫 XT， 就是辐条轮毂版。它原厂前缸排气的位置和机油滤清器的位置，以及17厘米的离地间隙、12厘米的减震行程、213公斤的整备重量，注定它不是一个 ADV 车型，没有什么通过性。如果再改装底盘装甲，离地间隙就只有13厘米左右。那为什么 DL650 依旧受到很多国内老摩友的推荐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平稳和踏实。虽然没有品牌减震、刹车之类，甚至减震器还有点硬，但是铃木会把平平无奇的东西结合车架、发动机，给你调得舒舒服服，完美的体现了日系的造车风格。说简单点，就实用派，其他一无是处。因为我从小 R、大 R 骑到铃木隼，从盗匪骑到 M109R， 铃木车的特点就是平顺，发动机沙沙沙的。反正除了盗匪以外、整流器以外、FI 故障码以外，其他都挺好。再说到 DL650， 它面世的时间并不久，第一代车型是2004年生产，2011年停产。用的是 SV650的90度水冷微缸 645cc 发动机的升级版，有63匹56牛米6速变速箱。相比 SV650 改变了排气位置、空滤箱，重新设计了离合器。早期的 SV 是铸铁气缸， DL 是电镀气缸。说简单一些，就是以 SV650S 版为基础，降低座椅、升高车把，使用 DL1000家族造型，就是当年的 DL650。座椅高度820，离地间隙16厘米。2008年北美车型开始配备 ABS， 整备重量220公斤，油箱容量22升。由于使用了特殊燃油雾化技术，百公里油耗5升左右，0-100加速4秒，最高时速180，机油容量2.7升。目前水车价格就是一台地平线的价格，但是不能上路，非法。第二代车型上市于2012年，重新设计了排气造型、仪表、导流罩。它的仪表盘是一个可变屏幕，在外界气温降到3度以下会亮起冻结警告灯。发动机马力增加到66匹58牛米，油箱容量从22升降到了20升，采用了双节气码，降低了压缩比。从2014年开始推出了650 XT，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鸟嘴、辐条轮毂、防摔护杠、底盘装甲、辅助灯、可调节挡风，离地间隙增加到18厘米。其实鸟嘴的创始者是铃木，起初用在铃木怪鸟 DR750S 和 DR800， 最初的设计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泥浆溅到灯上面。后期鸟嘴被杜卡迪和宝马发扬光大，而且被赋予了各种神奇的功能，这是铃木没有想到的。它的对手是川崎一手650、雅马哈 XT660， 包括本田的阿尔卑斯 XL700V。这一代 DL650 是目前最漂亮的。第3代现款的 DL650 鸟嘴兽发布于2017年，外观全部升级，马力增加到71匹62牛米，增加了可关闭的2级轻离控制系统、低速辅助。低速辅助就是在低速时自动提高转速，防止意外熄火，但是摔车的时候也是一种危险。低速控车也鸡肋，有利有弊吧。更新了铃木的 SDTV 双节流阀侧置排气，除此以外，仪表盘还是普通仪表，有12伏电源接口，后减震可调，可选加热手把、中央支架、高低座，其他就没有改变。比老款的车身尺寸整体小一些，座椅高度830，整备重量216公斤，油箱容量20升，综合油耗5升左右，更换机油、滤清器加2.6升。视频最后 ，DL650 在2017款之前型号非常多，17款之后只保留了普通版和 ST 版，比方之前有 EXP 版、SE 版、ASE 版以及 ST 版。就是铃木的宣传不多，很多车型我们以为在售，实际早已停产；很多车型我们以为停产，实际在售。比如 GSX S125、DRZ400SM、M109R、C50、伯格曼250-400、DR200、250-400、650、TF125、TS185，这些车型还基本都有2022款。反正铃木挺奇葩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